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业。那么我们视频终于进入到第4期，终于要拍一些像样的东西。今天我们要去把整个施工工地的保护措施做起来。我们首先要在围墙上做一些防尘措施。我们整个院子大概有将近30米的这个围墙，猜猜我们最后会花多少钱？那么开始之前，我们要首先把围墙做一些处理。这是开发商交付的简易围栏。由于长时间暴露在户外，风吹日晒，所以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个破损。我们首先要去把它做一些修复。另外，长时间的日晒让这个院子围栏的植物也是疯长，要去做一些修剪，这样才方便我们去做我们的这个围栏保护。这处破损的地方，我们准备用一些简单的措施做临时的修复。把这个我们材料里边的一些废弃的这个电线，铜电线，这应该是2.5平的电线，剪一小段，把2个这个围栏做一些连接，同时把这个围栏捆绑到立柱上，简单的处理一下，它就可以非常的牢固。这栋户型是在整个小区的最南边。所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建筑物的遮挡，几乎白天，从早上8点钟开始，一直到晚上这个太阳落山，都会有这个太阳日照，所以说整个院子里的植物，每天会受到至少8小时以上的太阳的这个光照，所以长得非常非常快，这也是很多有庭院的户型的业主非常头痛的一点，就是我的院子里面到底是种植物呢，还是要去做硬化呢？这个还是取决于你庭院的这个光照情况。如果光照十分充足，那尽量减少这个绿植和这个绿化的面积，不然的话，植物疯长起来真的是很难控制，会增加你的这个管理的成本。要说不累，绝对是假的。但这只是刚开始的开胃菜，重头戏还在后面。不过把院子里的杂草清理一下，心情还是挺清爽的。不过这样一大堆干草该怎么处理呢？后面再想办法吧。这也是为什么选择在冬天来开始这个项目的原因，因为在冬天草已经枯死了，你面对的只是一些枯掉的杂草，用这些除草的这个机器，还有竹制的这个耙子，可以还相对比较轻松的把它聚集在一起，而且由于天冷了，它不会再长。另外更重要一点就是，这么冷的天，蚊虫都少很多。刚才在半个小时时间，基本上没有受到蚊虫的困扰，因为我还挺怕蚊子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想办法把我们的这个围栏做一下保护。其实做这个围栏的方法有很多，那么它无非是需要一个骨架把这个围栏支撑起来，在上面去做一些防尘的这个防尘布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材质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热镀锌的这种方钢来做骨架，当然最好的方式用这种彩钢板来做这个防尘，这样可以保证最坚固、最耐久，而且密不透风。但是这个成本可能稍微高了一点，所以我决定换一些低成本的方案。那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装修围挡也会用这个木方做骨架，但是木方只能做临时的这个骨架措施，而我预计我一个人去装修这个房子应该没有那么短时间来完成，所以我选择了这个。没错，我买了一捆竹子，看看这个好不好使。这个就是我准备用来绑在竹子上的东西。本来应该用彩条布的，但是我可能只是不喜欢彩条布的颜色。这个是果园大棚上用的遮阳布，纯黑的颜色，它有不同的这个编织的针数，
如果你想要它比较密一点，那选择帧数高一点的，我写的大概是40帧这样子。它还有更高的60帧，更加密，但是保留一点通风我觉得可能会对它的寿命有帮助。如果太密的话，风吹的话，它会承受比较大的力气。那这样的一个密度，我觉得无论是隐私还是防尘，哪怕是隔音方面，多少会有一点帮助。OK， 我们把它装上去。用这个大棚的隔热布的好处就是它是黑色的，颜色不那么难看。彩条布一般都是红、白、蓝，所以我还是想用这个大棚的隔热布、防晒布。另外它用在这个大棚上面的话，也意味着它可以去防晒、防雨淋，同时也能耐得住冬天的寒冷。它是属于一个比较耐耗的一个材料，应该够我们用。OK。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, but all will be okay.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.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, way back a year ago. I'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.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fine. I strive just to say I'm alright,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I'm alright. I've 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. 我们一共用了3种材料：大棚的防晒布30米，竹竿50根，另外一袋扎带，总共的花费只有不到150元，性价比还是不错的。同时它们非常容易得到，在任何电商平台都可以采购得到，而且操作简便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可以动手实现。那么下期视频将是重头戏，我们要准备开始进行拆除工作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